利用声音来检测物体的好坏，这种方法早已被人们采用。比如用手拍拍西瓜，听听是否熟了；医生敲敲病人的胸部，检验内脏是否正常；或者用手敲敲瓷碗，看看瓷碗是否坏了等等。针对于大型金属断件，更是发明了超声波探伤法。依据此方法，可以在保证金属无损伤的情况下，探测数米厚的金属内部是否有缺陷。在航空航天、铁路交通等领域应用十分广泛，比如探测钢制结构大桥的焊缝，或者针对钢轨热胀冷缩进行检修。那么，超声波探伤仪是如何探测到金属内看不见的内伤的呢？人耳的听觉范围是有限度的，只能对20到2万赫兹的声音有感觉，2万赫兹以上的声音就无法听到。这种声音称为超声，和普通的声音一样，超声能向一定方向传播，而且可以穿透物体。如果碰到障碍，就会产生回声；不相同的障碍物就会产生不相同的回声。人们通过仪器将这种回声收集并显示在屏幕上，就可以了解物体的内部结构。超声探伤所用的频率一般在0.5到10兆赫兹之间，对钢等金属材料的检验常用的频率为1到5兆赫兹。当钢工件内部有缺陷时，由于这个缺陷的存在，造成了缺陷和钢材料之间形成了一个不同介质的交界面，反射回来的能量被探头接收到，就会在显示屏中横坐标的一定位置显示出来一个反射波的波形，横坐标的这个位置就是缺陷。在被检测材料中的深度，这个反射波的高度和形状因不同的缺陷而不同。根据这些波形，就能判断缺陷的位置和大小。同样的，这种方法还可以用在医学上，获得人体各器官的各种切面图，比如 B 超，就是向人体发射超声波。超声波在人体内传播后，由于人体各种组织有声学的特性差异，超声波在2种不同组织界面处产生反射、折射、绕射等物理特性。随着探头在患者检查部位的不断移动，接收回声信号进行滤波等信号处理，然后由 DSC 电路进行数字变换，形成数字信号。在 CPU 控制下进行图像处理后，就可得到2维切面声图像。在此基础上加上多普勒效应，还能生成彩超，进而有效地对患者器官进行准确的分析判断。